第282章，倔着骨，咬着牙，忍着辱。望着那从角落中缓缓走出的年轻炼药师，大厅内的众人皆是愣了愣。先前几位有些束手无策的三品炼药师，面庞上顿时浮现许些讥讽。连三品炼药师都没有办法，你一个二品炼药师有何本事？纳兰素盯着那走出的年轻人，转头与纳兰嫣然对视了一眼，都是从对方眼中瞧出了一抹错愕。显然这位年轻二品炼药师的举止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先前并未将之请出去，那是看在亚妃的面子上。说实在的，他们并未对这位年轻的炼药师有着什么期盼。虽说人不可貌相，可对方毕竟还只是一名二品炼药师，这种等级尚还仅仅是炼药术的初步阶段，难道还能够指望一个初学者便能够将连丹王古河都无可奈何的漏毒驱逐吗？这位小兄弟站起身来。纳兰素虽然心中并不怎么认为面前的年轻人有着隐藏的本事，不过习惯使然，他还是略微有些小心谨慎的道：你有把握治疗老爷子？缓缓地停在大厅中央，萧炎瞥了一眼纳兰素，淡漠的道：那请问丹王古河可有把握治疗？闻言，纳兰素一滞，旋即尴尬地摇了摇头。若是古河大师能够治疗的话，那我们又何必再费这般大的精力来四处求医？既然连丹王都没有绝对的把握，那纳兰族长这话对我说，是不是有些？萧炎嘶哑的声音中略微噙着许些嘲讽，冷声道。微微张着嘴，纳兰素的本意只是想探知一下面前年轻人的底，可却没想到他竟然这般犀利，当下有些措手不及，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话才好。阁下误会家父了，他并非是针对你，只是老爷子如今情况越来越不妙，我们已经再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消耗，所以自然是需要小心一点，还请不要介意。在纳兰素错愕的时候，一旁静坐的纳兰嫣然玉手轻轻拉了下纳兰素的衣袍，旋即对着萧炎从容地微笑道：刚才你们浪费的时间还少了吗？目光停在那让的萧炎袖袍中的拳头不可自觉紧握了起来的美丽女人身上，她的声音依然古井无波，不仅未因为对方的美貌而有所松动，反而是多出了一分不难察觉的冰冷。听得萧炎这话，大厅内的那10来位炼药师脸色不由得难看了起来。萧炎这话无疑是说先前的他们是在浪费着纳兰老爷子仅剩不多的存活时间。当下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脸庞涨红的忍不住出口训斥道：哪里来的毛头小子，竟然如此狂妄！你一名区二品炼药师，有何资格与我们说这种话？老人的呵斥一出口，周围的几名炼药师皆是义愤填膺的点了点头，旋即目光不善地盯着那背对着他们的年轻人。看着面前那脸庞淡漠的犹如一团冰块一般的年轻人，那蓝嫣然柳眉也是不可察觉的微微皱了皱。若是真的有本事，他并不介意他狂妄一些，可若是并没什么真正的能力，却偏偏喜欢大话连天，那么这种人他是打心底的厌恶。听阁下的语气，似乎是对自己的本事有着一些信心啊。那蓝素回过神来，盯着萧炎，沉声道：不过你应该知道，不管你天赋如何杰出，可现在的你却仅仅只是2品炼。那蓝素的话并未完全说出，便是忽然戛然而止了起来。同时大厅内温度骤然升高，那些厅中原本满脸讥讽的3品炼药师，此刻也是缓缓张着嘴，不可置信地死盯着大厅中青年手掌上升腾起来的2团青色火焰。守卫之旁，纳兰嫣然望着那在青年手掌上升腾起来的青色火焰，玉手缓缓地捂着红润，震惊与狂喜在那对秋水眸子中闪烁着。诸位应该认识吧？没有理会周围那寂静的氛围，萧炎低头望着那在手掌上犹如2团精灵一般灵活跳跃的青色火焰，淡淡的道：异火。深吸一口略微有些炽热的空气，成天与火焰打交道的10来名3品炼药师瞬间便是认出了那团青色火焰的底细，脸庞之上缓缓地被震惊所覆盖着，一道道惊现狂热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升腾缭绕的青色火焰。小兄弟，你这是异火？震撼逐渐地从眼中褪去，那蓝素脸庞上的狂喜几乎难以掩饰。现在你们可以停止那些无谓的废话了吗？脸庞平凡的青年
低头拨弄着青色火焰，语气淡漠。虽然现在萧炎的语气依然是如同先前那般毫不客气，可那些三品炼药师却是再不敢将不屑与嘲讽表露在脸庞上。能够拥有一火的炼药师，在炼药界前途几乎是无可限量，就连丹王古河都未曾能够拥有过一火。可以想象，这东西究竟如何难寻与珍贵。想要得到一火，不仅需要机缘，而且还必须需要庞大的后备力量支持。也就是说，在这位看似年轻的二品炼药师身后，一定是有着一个实力极为强横的老师。阁下，我代家父向先前的怠慢为你说一声抱歉，请。站起身来，纳兰嫣然对着萧炎微微弯身，礼节做得无可挑剔。没有回答他的话，萧炎斜瞥了一眼一旁讪笑的纳兰素，然后便是与纳兰嫣然擦身而过，对着那偏房行去。望着那对着偏房行进的萧炎，纳兰素对着大厅中的10来位三品炼药师笑着说了些什么，挥手招来管家伺候着，然后与纳兰嫣然赶忙跟了上去。缓缓走进偏房，淡淡的柔和灯光射将而出，萧炎轻轻推开房门，房间之内的空间颇大，在中央位置，一张大床摆放其中，一位脸庞干枯的老人躺在其上，在床榻周围，好几位侍女正在忙来忙去。听得房门声，他们将目光投射而来，旋即便是再度细心地照料着陷入昏迷状态的老人。慢慢走进大床，萧炎目光在床榻之上扫了扫，发现老人的脸庞上隐隐噙着大片的灰黑之色，安静沉睡的脸庞上竟然有着许些死亡的气息，果然很严重。瞥着老人那张几乎是半只脚踏入了坟墓的脸色，萧炎低声道：是啊，烙毒这种东西，恐怕就算是一名斗皇强者也不敢轻易沾惹。老爷子能够熬过这么多年，已经是达到极限了。身后紧跟而来的纳兰素叹息着摇了摇头，旋即小心的道：小兄弟，你看是否有些医治的眉目？一旁纳兰嫣然微微点了点头，一对明眸紧紧地盯着身旁那身姿心长、脸色淡漠的青年。我并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只能按照丹王古河所说的那般法子，用一火进入老爷子体内，然后慢慢驱毒。萧炎摇了摇头，平静地道：那样的话，危险性应该很大吧？闻言，纳兰嫣然略微有些迟疑地低声道：不到50%的把握。萧炎懒声道，瞥了一眼一旁俏脸微变的纳兰嫣然，冷笑道：看老爷子这般模样，想必已经再撑不过2天时间，是让他在毒素的折磨中死去，还是拼一拼是否能够挽救？如何选择，你自己决定。而那些什么是否有着绝对把握的笑话，还是别说为好。萧炎这番冷笑中夹着枪棒的话语，让得纳兰嫣然柳眉微蹙，俏脸略微有些不太好看。以他的身份，这些年来可还真没人敢这么对他说话。抓紧时间吧，我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消耗。轻拂了拂袖子，萧炎没有理会纳兰嫣然的神色，淡淡的道：哎，既然这样的话，那便全靠小兄弟了。若是真的能够将老爷子治疗好，你将会是我们纳兰家族永远的朋友。咬着牙沉吟了一会，纳兰素终于是狠狠地点了点头，沉声道：让开吧，别打扰我。随意地挥了挥手，萧炎坐在床榻之旁，右手微束，青色火焰缭绕而上，瞬间便是使得屋内的温度暴涨了起来。瞧得萧炎准备动手，纳兰素拉着纳兰嫣然赶忙退了几步，同时挥手将屋内的侍女全部驱逐了出去，一手将床榻之上的纳兰杰撑起来。萧炎随意地瞟了一眼这位当初据说和自己爷爷是极为要好的好友，虽然经过这么久的毒素侵蚀，老人那本就干枯的脸庞更是有些显得有些不成人样，这位却依然能够从中隐隐看出许些如同其名字一般的桀骜。左手轻飘飘地拍打在纳兰杰肩膀之上，一股暗劲将他身体上的衣袍震成粉末，露出了一具宛如骨头架子般的枯瘦身体。望着这具枯瘦的身体，饶是以萧炎的性子，也是忍不住地摇了摇头。而那一旁的纳兰嫣然，眼眶更是泛起许些红润，平日极为罕见的雾气萦绕在眸子中，让得这位身份娇贵的女人显得有些楚楚可怜。缓缓探出中指，一缕青色火焰在指尖缭绕着。萧炎盯着那缕青色火焰，平静的道：我要开始了，
我说过，用异火进入老爷子的身体会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所以你们要做好某些极坏的打算。闻言，纳兰嫣然与纳兰素脸色都是微微一变，不过却也只得苦笑着点了点头。灵魂力量缓缓探出身体，然后将那缕青色火焰包裹而进，努力地压制着他那炽热的高温，然后轻轻地点在纳兰杰后背之上。手指点上，青色火焰噗的一声便是钻进了纳兰杰身体之中，而本来那毫无知觉的后者也是在此刻身体猛然颤抖了起来。手指点在纳兰杰后背上，萧炎眼睛虚眯着，灵魂力量控制着那缕青色火焰迅速穿梭过一些主干经脉，然后逐渐地接近了前者体内那些被烙毒所覆盖的骨骼之上。借助着灵魂力量的伸展，纳兰杰体内的状况也是出现在了萧炎的脑海之中，感应着那些近乎变得乌黑的骨骼，萧炎眉头逐渐地皱了起来。纳兰杰中毒之深远远出乎了他的意料，看来想要一次性驱逐毒素是不可能了，还是选择慢火驱毒吧。心中喃喃了一声，萧炎灵魂力量包裹着青色火焰，然后缓缓地接近着那些被毒素所包裹的乌黑骨骼。在接近之时，萧炎的灵魂力量也是逐渐地开始放松，青色火焰的温度悄然攀高。随着青色火焰温度的升高，那本来满脸麻木的纳兰杰脸庞上逐渐地浮现疼痛之感，干枯的手掌也是紧紧地握了起来，青筋在手臂上耸动着。被灵魂力量包裹的青色火焰在达到每一个温度之时停止了升高，萧炎缓缓地吸了一口略微有些炽热的空气，略一迟疑，牙齿一咬，便是控制着青色火焰覆盖上了一截乌黑的骨骼。啊！床榻之上，双眼紧闭的纳兰杰猛然睁开双眼，嘶哑的剧痛干吼声从其嘴中传出，一股凶悍的气势犹如回光返照一般苏醒而来。老爷子！望着那忽然睁眼嘶吼的老人，纳兰嫣然与纳兰素急忙喊道：我在为你驱毒，若是你能忍受这股剧痛，烙毒应该便能驱逐，不过若是不能的话，那我也无能无力了。瞥了一眼那满脸大汗的纳兰杰，萧炎淡淡的道。听得背后的声音，纳兰杰微微偏过头，望着那张年轻淡漠的脸庞，不由得一愣，旋即咬着牙干声笑道：小娃子，是你救的我，没说一定能救你，说不定我一个失神，你会死在我手上。哈哈，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小娃子既然放手弄吧，弄死了也没人敢怪你。嘴角抽搐着，忍耐着体内的剧痛，纳兰杰豪迈地笑道：爷爷，你瞎说什么呢？一旁望着那从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的纳兰杰，纳兰嫣然微微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地嗔道：你这个死丫头，你还有脸回来？这3年，若非是因为你当初任性前去萧家解除婚约，我能气得修炼不济，被那烙毒搞成这样。怒瞪着纳兰嫣然，纳兰杰怒吼的声还未落下，又是抽搐着嘴角发出一阵干嚎，偏过头望着身后那忽然皱眉的陌生青年，苦笑道：小娃子，怎么忽然间？安静点。冰冷中略微夹杂许些不可察觉的怒意的声音，让得房间内的3人都是有些错愕，旋即无奈地安静了下去。望着那脸色冷漠的犹如一团冰的青年，纳兰嫣然悄悄吐了吐舌头，再转头看着纳兰杰那悻悻的脸色，心中略微有些笑意。这么多年来，敢如此对脾气暴躁的老爷子说话的，似乎就这个家伙了。随着几人的沉默而下，房间中的气氛便是悄悄地静了下来。唉，没想到啊，这么年轻的人竟然能够拥有一伙这种连古河大师都垂涎的东西。安静的气氛持续了许久，那蓝素拉着纳兰嫣然退后了一些，望着床榻旁那年轻心长的背影，忍不住偏头对着纳兰嫣然低声道：的确很了不起，看他年龄似乎与我相差不多，却居然拥有着传说中的异火。我听古河长老说过这东西的恐怖，上次他们去塔戈尔大沙漠寻找异火，可惜那般庞大的阵容依然是空手而回，由此可见那东西究竟有多凶悍。微微点了点头，纳兰嫣然美眸中少有的掠过一抹赞赏。他本就是同龄人中的骄子，在云岚宗修炼这么多年，还从未见到过能够超越过自己的同龄人，而这位名为言萧的青年
却是他第一个对同龄人产生赞赏的情绪，这或许便是优秀者之间的某种互相认可吧。怎么，觉得他很不错？瞟了一眼自己女儿的神色，纳兰素戏谑的道：你胡说什么啊？为老不尊。白了纳兰素一眼，纳兰嫣然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哎，说起来，似乎距离你和萧家那小家伙的3年之约，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了吧？笑了笑，纳兰素脸庞上的笑容忽然收敛而起，叹息道。纳兰嫣然沉默片刻后，微微点了点头，轻声道：还有13天。3年时间，你也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现在你应该能够知道自己当初的意气用事，对萧家以及萧炎带来了多大的耻辱与麻烦了吧？纳兰素望着身旁女儿那光洁美丽的侧脸，道。纳兰嫣然沉默，先手掠开额前的青丝，半晌后低声道：我知道当初我的举止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不过我也知道我没错，3年之约即将达到，我等着他来。听说自从1年之前，萧炎便是离开了乌坦城，不过据我所知，在离开之前，那曾经被称为废物的少年便已经再度恢复了以往的修炼天赋。哎，1年之后，不知道他已经成长到了何种地步。纳兰素苦笑着摇了摇头，凝视着身旁沉默的纳兰嫣然，半晌后方才低沉的道：你这次似乎真的看错了啊，当初我便说过，不要小看这个变成废物的萧家少爷，13岁之前，他的修炼速度曾经让的无数人感到震撼。纳兰嫣然先手掠开飘落在额前的青丝，沉默片刻后平静的道：3年之约我会遵守，若是我赢了，以前的事便一笔勾销，若是输了，我纳兰嫣然也说过，为奴为婢，随他处置。纳兰嫣然轻咬着红润的嘴唇，缓缓抬起俏脸，目光略微有些迷离。3年之前，那在萧家大厅，少年铮铮冷语再度浮现在脑海之中。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这张契约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而是本少爷把你逐出萧家的修正。从此以后，你纳兰嫣然与我萧家再无半分瓜葛。3年之前，背负着废物之名的少年，在云岚宗这尊庞然大物的压迫之下，依然倔着骨，咬着牙，忍着辱，孤独地等待着破茧化蝶。